所以我们的态度就是这样。若无法立刻剿灭作乱的魔龙，不如将蒙德的城防移交给愚人众。蒙德的龙灾是可以处理的，只要让我们把那头野兽……野兽？代理团长大人的意思是，希望贵国的外交官能拿出更职业的态度来。你们想处理蒙德的四风守护之一，我不希望有人在西风骑士面前说这种疯话。也没你说的那么疯吧。很好，今天的磋商到此为止。这次的成果就是双方坦诚地交换了建设性的意见，对吗？我会如实记录。你回来了，十分感谢你的协助。城市周围的元素循环终于安定了，风魔龙上次袭击的余波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了吧。不过使团那边施加的压力也已经大到了很难无视的地步。使团？是外交使团吗？来自璃月港吗？还是稻崎城？是至东国，在七神中信奉冰神的国家。他们的使者有个特殊的名字，愚人众，听说过吗？啊，原来是愚人众，确实有听过，不过是那种不太好的名声呢。我不认为直接杀死风魔龙是正确的行为，而且冰之神统帅的愚人众觊觎着风神眷属的力量，这件事本身就已经非常可疑了。怎么了？好，那我们就回骑士团总部吧，不要在这种地方谈论重要的事。蒙德与至东是平等的，同为此世7国之一。蒙德是独立城邦，不属于别的什么国家。至东国也只是建立时政体不同，所以称呼不同而已。但在外交方面，至东国的愚人众恐怕可以算是大陆上最强势的一方。没错，比如刚才的家伙，语气就非常讨厌呢。是蕴含着某种力量的结晶，但丽莎，你能分析它的构成吗？我来看看。可以发现结晶内部有些污秽杂质，不过更进一步的研究就……很抱歉，现在还得不出有用的结论。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去禁书区找些资料吧。那么丽莎，之后的研究调查就交给你了。如果有什么进展，我会通知大家的。不过嘛，不要太期待上古的文献能有什么帮助，而且好痛，结晶里的那种污秽杂质，稍稍靠近就会让我感到刺痛。是了，原来是这样啊，是与神之眼的互斥呢。那种污秽的力量会和我们体内的元素之力相互排斥，纠缠相杀。不过真是奇怪，你明明也能使用元素之力，却不受影响呢。总之，这枚结晶还是让小可爱保管吧，放在我们手里也只是徒增疼痛。真是不可思议的现象。你对这一切，对自己身上这些特殊的地方有什么头绪吗？我想也是。那么，这是骑士团第2次的不情之请，请接受西风骑士团荣誉骑士的爵位，与代理团长的谢意。西风的荣誉骑士，也请你再次帮助我们寻找这些谜团的答案。魔龙的狂乱与怪异的结晶，我想这背后的答案一定关系着蒙德的和平。愿风擦拭你的双眼，让你看清真相。如果有什么最新发现，我们就在这里再会吧。刚才有一件事你没说吧？那时我们看到的东西，除了龙和结晶，明明还有一样。你果然还记得他，那个绿色的家伙，就和楼下那个路人穿的一样绿呢。
是吧，是吧？不过，怎么总觉得那个人越看越像同一个人？我要说的故事开始于太古，那时众神还行走于大地，天空之龙自天空降下，对世间的一切都充满好奇。龙寻求着自己的答案，却无法理解尘世的无杂。风之歌者奏响琴弦，天空之琴为他一一回答。龙不过是好奇的孩子，只是忘忧的飞翔，直至时今。他聆听诗文，想要学会歌唱，为了让万物都明白他的心。歌者与龙化作传说，黑暗的时代随即降临。此时，狮牙朽坏，阴气不扬，另一条恶龙向蒙德迫近。苦难是大教堂上笼罩的阴影，嗟叹由诗人重新结成诗花。天空之龙听从呼唤而来，在暴风中与恶龙决死厮杀。天空之龙咽下恶龙毒血，陷入沉睡。多年后，却已无人认识复苏的他。如今的人们为何将我厌弃？天空之情没有说话。愤怒与悲伤，生命与毒血一同，化作眼泪，从龙的眼角落下。诗文沉默，腐化轻易生效。天空之情却已没有办法说话。你们是……是那个时候把特瓦林吓跑的人吧？特瓦林？谁啊？我想起来了。可是，一般人不都叫他风魔龙吗？为什么你要这样称呼他？难道你们很熟吗？你猜？喂，我感觉这个人怪怪的。你好，一面之缘的异乡人，我是吟游诗人温迪。准确地说，是连续3届蒙德城最受喜爱吟游诗人的蝉联冠军。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既然你都认出我们了，那就不用多解释了吧。当然是关于风魔龙的事。喂，不用这样突然装失忆吧？可以把那个拿出来给他看看吗？啊，这是……结晶被净化了，什么时候的事情？这是特瓦林的，这是风魔龙因为痛苦流出的眼泪。眼泪？现在却变得这样悲伤，充满愤怒。我这里也有一枚泪滴结晶，你能净化它吗？你真的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。唉，像你这样的人，注定要登上吟游诗人们传唱的诗篇。站在向阳处，必能成就英雄。但我现在没有时间为你谱写新曲。特瓦林就算不被讨伐，生命力也会飞速流逝。他会在愤怒中把自己燃尽。谢谢你的心意，也谢谢你帮我净化泪滴结晶。接下来，
就是我行动的时间了。你的计划是？看到龙的泪滴，我想起了一位故人。故人？那我就先失陪了。喂，你要去哪里呀？去蒙德英雄的象征。再见了。你怎么看？对他来说，你也是奇怪的人呢。而且，你觉得他的声音熟悉吗？但我完全没听出来哎。不过，他刚才说蒙德英雄的象征，这我倒是知道，一定就是那棵大树了。就是那棵非常显眼的大树，你一定也还有印象吧？哎，你怎么来了？虽然我刚才还在想，你是不是会跟来？哦，风神巴巴托斯，那家伙已经从蒙德消失了。邻国璃月的炎神、道期的雷神都还在，但蒙德人已经很久没见过他们的神了。为什么要打听风神的事？是因为特瓦林吗？这个嘛，是因为神。大家现在是怎么看待风魔龙的？我很感兴趣。不过也不用那么急着说给我听。唉，很久没回这里啦，好像有些东西对我的到来很不满呢。风向的变化，影响的不只是龙。对了，刚才你说有人告诉你龙的过往。是吗？那位叫做丽莎的蒙德学者是这样看待这件事的呀？没错，冲突到了这一步，当然是因为双方都已经开始动用武力。但他最初的憎恨，绝对不是因为人们不再祭祀四风守护，那不是自然诞生的恨，而是腐蚀之后的产物。腐蚀？是流入心脏的黑血折磨着他，令他多年的沉睡不得安宁。所以这一次醒来，他的精神才会被深渊法师的诅咒腐蚀。非人之物组成的深渊教团，是与人类为敌的组织。我不知道他们的来历，只知道他们对人类世界怀有极深的恶意。荒野上的那些丘丘人也会听从他们的指挥，成为他们的武器。来这里前，我也和特瓦林一样，被诅咒腐蚀着。不过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，正是英雄的象征，今日蒙德一切的源流。树间的风很好，有我喜欢的气味。与你一起待在树荫下，就能像刚才净化龙泪一样，驱除我身体里的毒素。感觉好多了。所以你当初又是怎么中毒的？这个嘛，是因为我之前试图与特瓦林交流，但却被打断了。结果不仅没能为特瓦林驱除诅咒，自己反而被深渊的毒性侵蚀了。没错，所以作为赔罪，就跟我一起去蒙德大教堂吧。蒙德大教堂？要去那里做什么？去取一把叫做天空的竖琴。所以你说的天空到底是？蒙德的至宝，风神巴巴托斯曾经弹奏的竖琴。只要有了天空之琴，我就能从噩梦中唤回特瓦林的本性。这样真的可以让风魔龙停止破坏吗？当然，因为我可是天下最好的诗人。过去、未来与现在，没有我不知道的歌谣。看着我的眼睛，你不觉得我很值得信任吗？那么，该怎么拿到天空之琴呢？据说它被供奉在大教堂深处某个安全的地方。我会去探查一下情况，你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跟来看看。看我的吧。你好，修女姐姐。风神祝福你，年轻的诗人。有什么事吗？其实我掌握了一个秘密，
能够解救蒙德城遇到的危机。哦，那可真是风神保佑。但这件事，你应该对骑士团报告。我这样一个无关的修女，能帮到你什么呢？姐姐，你当然是有能帮忙的地方啦，比如说天空之琴，借助它的力量，我可以让风魔龙……请回吧。哎，虽然那条龙非常凶恶，但只要代理团长下定决心，就没有不能讨伐的道理。哎，那可不行，那样的话，风魔龙不就会死掉了吗？背离东风的余兽，即便是风神本尊降临，也不会轻易原谅他。那个大姐姐，不行就是不行啊，小诗人。被这孩子叫大姐姐，心里怎么会泛起一种不可思议的高兴？真荒谬。唉，真没办法，我已经不能再隐瞒了。我虔诚的信徒啊，喜悦吧！在你面前的正是风神巴巴托斯本人。是不是很震惊？是不是震惊的想哭？终于见到了侍奉的神明，怎样？很感动吧？没别的事情的话，我回去继续处理教堂的文件了。修女她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不过呢，其实我也已经达到了预定的目的，至少她没有否认大教堂里收藏着天空之琴。那么既然你是骑士团正当红的新人，要不然你也来试试。风神祝福你。你是骑士团的那位新成员吧？为什么来这里？是代理团长大人交代的公务吗？哦，真的吗？倒不是怀疑你，但早些时候有个可疑的诗人也来借钱，他满口胡言，竟敢自称巴巴托斯，一定没安好心。天空之琴的使用是有规定的，目前只有雨秋节期间才会用到。出借时需要团长、主教还有民众代表协商同意，签署文件。那么，骑士团的文件呢？总而言之，文件是必须的。没其他事的话，恕我失陪了。最近真的很忙啊。唉，果然你也不行吗？果然，只是想看看你作为骑士团超级新人究竟够不够分量了。你看，勇者顺手就取走了村子里名贵的宝剑，这不是非常适合传唱的故事吗？哼，感觉你的比喻很失礼啊，吟游诗人。哎呀，你误会我啦，这是对蒙德的失望，面对勇者却还要吝啬宝剑。那么，看来冥界是行不通的，只能巧取了。哼，今天我们充分尊重自由意志，你们说说，喜欢怎样巧取？哎呀，说吧，不要拘束，自由意志就是要畅所欲言。嘿嘿，你看你，一开口就跑题啦。认真的说，这件事你比我更适合去做，因为我除了唱歌就没什么值得自信的长处了。而且我在蒙德无依无靠，被抓住了无人伸冤，一定会从重处罚。偷东西被抓住了也没什么冤枉吧？但你不同，你是为蒙德城做过贡献的，骑士团的明日之星。失手了以后好好解释一下，或许就能蒙混过去了。而且这里的守卫似乎在夜里就会下班了。哎呀，如果能抓住这个时机，想要失手都很难呐。不要一直以失手为前提啊！你觉得怎样？哎呀，好像是这么说过。所以呢？啊，这是为什么？有关他的过去，以后再慢慢跟你说吧。
哎，什么人？他消失了！别动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快逃！哇！被发现了，快跑！快跟我来！迪卢克老爷，这周的账面就是这样了。这次风灾对生意的影响果然很大。希望这段时间早点过去吧。老板，我们想要一个稍微隐蔽点的地方。要说隐蔽的话，2楼人少，但你不是吟游诗人吗？不如选个热闹的位置吧。收费演出就等下次吧，我们先上去了，一会儿见。看好他们。那个诗人很可疑，我要去问问情况。问谁？蒙德城的保安们。迪卢克老爷，你看见那2个小偷了吗？发生了什么？怎么出动了这么多人？迪卢克老爷没听说吗？有2个小偷居然打起了天空之琴的主意。哦，真是奇了。是吧？天空之琴可是风神他老人家亲手弹过的宝物，这样珍贵的文化财产，居然有人会傻到偷一件卖不出去的东西，还不如偷我家酒窖划算。哦，抱歉，离题了。那一黄一绿的2个人，好像往那边去了。啊，好的好的，谢谢迪洛克老爷。今天想喝，把从柜子后面摸来的酒给我放下。想喝冰一点的。好了，你们该好好回答一下我的问题了。哎呀，先让我喝完，我会付账的啦。用表演抵债。不是钱的问题，你看起来还没到能买酒的年纪。这你可以放心，我喝酒的时候你还在。你想问这是哪位，对吗？想必这位就是迪卢克老爷，酒馆老板背后的大老板，是很有名的人呐。顺带一提，我很喜欢他家出品的蒲公英酒。虽然大部分时间我只买得起散装的。我刚从卫兵那里听说小偷的事，先说明一下，你们居然敢去偷天空之琴，我很欣赏。就算你们是傻子，那也是千年少见的傻子了。不是我们偷的啦，真犯人另有其人。这位可是骑士团的当红新人，怎么会去偷蒙德的圣物呢？当红新人？哦，原来就是你啊！怎么，你和那个吟游诗人是熟人吗？身为旅行者，却愿意对危难中的蒙德伸出援手，这样的人加入骑士团太可惜了。西风骑士团在风魔龙问题上一直畏首畏尾，效率低下，外交上对于人众也是弱势又保守。算了，我也不想多提这个话题。看来迪卢克老爷非常不喜欢西风骑士团呢。道路不同罢了。我对蒙德这座城市有我自己的期许。那么，回答我的问题吧。你们为什么要偷走天空之琴？你真的想知道吗？可能会卷入与骑士团有关的麻烦哦。哼，我不怕麻烦，我本人就是骑士团的麻烦。那么，如果我来演奏真实的故事，你会相信我吗？视情况而定，我会做出判断。那么，你会付我演出的赏额吗？报酬从五摩拉到天空之琴，视你的故事而定。很好，我就再追加一场吧。刚才的叙事诗究竟是？这是重要的秘密，为什么让我知道这些？为什么呢？
也许是因为风的流向正在变化吧。怎么样，迪卢克老爷？有趣，给我一些时间，我可以想办法牵线搭桥。异乡人，你似乎是因为骑士团的身份没有遭到怀疑，通缉令上写的特征只是金发，卫兵应该不会找上你。但因忧诗人，你最好还是不要离开酒馆了。没问题，我喜欢酒馆。那么，晚上酒馆打烊以后，我们在这里再会。你们来了。你不是？首先，我联系的不止一人。其次，这一位只是秦，不是作为团长的秦。这可是身为荣誉骑士的你，也没可能接触到的人。真是意外。虽然听说了天空之琴的事，但没想到居然是你。那么，琴声的净化能让风魔龙恢复正常，这也是真的吗？没错，现在荣誉骑士正为了解决风魔龙事件，积极投身在最前线，实在不愧于骑士团超新星少年之名。虽然感觉上已经越过了违法的边缘。这种牵扯上神话的荒诞解释，无法相信也很正常。但没关系，我们可以让诗人再上演一次那种歌谣，来说服我相信你们。固执的团长大人。啊？四风守护中的东风之龙特瓦林，我一直想象不到他背叛的原因。但如果是在多年前守护蒙德的战争中受到了毒血的侵害，苏醒后又被深渊法师腐蚀，那确实是会变得身不由己。但这些话，代理团长是绝对不能说出口的。迫于愚人众的外交压力，骑士团很难公开表示对风魔龙的善意，那会被理解为纵容和不作为，所以我才只能私下行动。这也是我不喜欢骑士团的原因之一。不过我倒是没料到，你就这样相信了来历不明的异乡人。前辈这样严厉又谨慎的人，不也愿意去相信他吗？都说别叫我前辈。也罢，这回就难得的合作一次吧。看来是有一些不该追问的过往呢。总之，天空之琴的真正下落，我已经大致心里有数了。漂亮，看不出来他还有转移话题的天赋。蒙德城与至东国的冲突，本质上是七国与七神的冲突。冰之神统帅的愚人众，正觊觎着风神留下的神力。没错，如果公然杀死风龙的企图被骑士团阻止，那么天空之琴就是他们唯一能得到的风神之力了。蒙德城里落单的愚人众成员要多少就有多少，我已经从他们嘴里撬了些情报出来。迪卢克得到的信息是，愚人众没有把天空之琴放在歌德大酒店，即使是他们，也不想太过嚣张，把偷来的圣物收藏在半公开的驻地吧。我懂，事情闹太大的话，就会变成严重的外交危机呢。七国的关系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刚才秦说，愚人众的目的是为冰之神取得特瓦林的力量，这说不定还低估了愚人众的决心。他们的真实目的，也许是想要利用风的联系，来找出风之神巴巴托斯。就好像之前丽莎姐姐寻找暴风源流，来锁定3座庙宇一样吧。风神？风神已经离开蒙德1000年了，你为什么觉得他们的目的是找出神灵本尊？算了，我不喜欢多问。旅行者，来，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用来隐藏身份的伪装，在见到愚人众之前就带上吧。愚人众毕竟还是蒙德的令人讨厌的异国盟友，我们是来找他们麻烦的，所以不要让自己招惹无谓的麻烦。不要吃我！
你们是人类？一整层的防御都被突破了，我还以为是深渊教团的怪物攻来了。你们怎么知道天空之琴在这里？存放圣物的地方是上锁的，你们要找钥匙的话，往前走吧，不要找我。钥匙不知道是在哪位先遣队员手里，但总之你可以去房间里找他们。是个被吓破胆了的人呢。哼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我们愚人众在蒙德可是有执行官坐镇的，女士大人会找到你们，把你们吊起来折磨，到那时可不要连累我。刚才他说女士，好奇怪的名字。愚人众11执行官第8系，代号女士。愚人众能够横行七国，威胁西风骑士团，完全是由于这11位执行官的存在。在他得知情况之前，我们必须迅速得手。老鼠，你们是从哪里爬出来的？如此冒犯的行为，女士大人是不会容许的。就由我来为他分忧解难吧。活债难逃。终于拿到天空之琴了。说起来，刚才那个人消失不见了。女士会制裁你们，蒙德的诗人会有你们的下场，编写令孩童无眠的梦魇。说得很凶狠，但还是跑路了呢。哟，欢迎回来，我忠实的听众们。啊，那是天空之琴，看来你们搞定了呢。刘风文的蔷薇木，微凉的新铁弦，啊，真是怀念的感觉。怎么样，温迪？可以用它来呼唤特瓦林了吗？虽然是如假包换的封神至宝，但现在恐怕还不行。如你们所见，历经1000年的时光，风的力量早就枯竭了呢。这个状态的话，要在迪卢克家的酒馆驻唱，也许还行。酒馆的演出位也是有一大堆歌手竞标的，你别太想当然了。迪卢克老爷应该批评更重要的地方吧？喂，歌手，你把天空之琴借出来，就是为了弹给醉鬼听的吗？哎嘿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总而言之，想要与特瓦林沟通，这还远远不够。不过，并不是琴的问题，而是琴弦。到你出马的时候了，异乡人。哎呀，放心，我不是说让你去维修这珍贵的竖琴，而是这些琴弦上附着的风之元素浓度还远远不够。你有好好保存特瓦林的泪水结晶吧？很好，试着把它滴在天空之琴上吧。啊，不出所料，琴似乎有种青春焕发的感觉。团长在夸奖自己。我是说天空之琴啊。全靠你净化结晶，天空之琴的风之元素才没有继续枯竭。但距离重新满意也还有一些距离呢。如果能再多得到一些特瓦林的泪滴，但要怎么收集泪水结晶呢？即使是现在，特瓦林也正在哭泣吧，承受着痛苦，在人迹罕至的地方。特瓦林真是个可怜的大家伙。这不是荣誉骑士一个人的事，我们都会立刻开始行动。得到泪滴结晶以后，就再拜托你来净化了。啊，真好啊！英雄们相互托付、携手启程的桥段，总是那么迷人呐。就让我用这一曲来为你们送行吧。哎，你这是想偷懒，想只出一张嘴吗？弹琴需要用到手呢。啊，好生气！我决定给你起一个难听的绰号。决定了，以后就叫你卖唱的好了。这种大海捞针的搜寻，让我想起曾经与愚人众的那次竞争。半年前，有盗贼从四峰庙宇中的东风遗迹里挖出了一件宝物。是什么呢？巴巴托斯喝水用过的杯子吗？
不，虽然如果真有那种东西，也已经非常珍贵。但这次出土的是所有可能存在的古物里最难获得的一种。那件宝藏是装有一缕风神气息的密封小瓶。原来还有这种形式的文物啊！如此有艺术美感的创意，我当然会想要加入自己的收藏。但消息传出以后，愚人众觊觎其中的神力，开始与我竞争。他们制造了大量假货，投放到各处的市场。而我应对的方式，则是无论真假，统统买下。就这样与他们僵持到了今天。我已经见过至少2000瓶假货，而他们也至今没能找到真货。哇，听起来你们两边都够疯狂的。不过，这样说来，现在去黑市的话，是不是还有可能买到那件唯一的真品？然后我就用友情价把真品转让给你。欢迎来到火影。好啊，你可以试试。是假的，我也不会拒绝。买到以后就来酒庄找我吧，集齐20瓶，可换啤酒1杯。没想到在这种地方找到了龙类呢。身为骑士，我对搜寻这门技术很有自信。哇，真可靠！这门技术的要诀就是在不经意间突然发现想找的东西，比如心里完全没想着要找，漫不经心的随便看看，才突然在桌脚下发现。咦？也要注意不要让视线太过热切，因为越努力找就越找不到了。要用眼角的余光，不小心看到那件东西。这好像不算什么技术吧？很有用哦。我以前养的小乌龟失踪时，我都是用这种方法找回来的。秦团长养过小乌龟？怎么了，小派蒙？不，很难想象这是何等冲击的场面。总之就是很不符合秦团长的形象。对了，迪卢克老爷应该理解吧？不能理解。我小时候也养过，这有什么可奇怪的？你也成功收集啊，真不容易啊！不要松懈，风魔龙的情况依然很危险，而且愚人众那边说不定也会有动作。迪卢克，我听说最近愚人众宣布你是不受欢迎的人。哼，很荣幸。反正他们也从没宣布过谁是受欢迎的人。愚人众，那个至东国的使团为什么会和迪卢克老爷扯上关系呢？愚人众不只是骑士团的麻烦，也是蒙德城面临的一大威胁。而对于威胁蒙德的所有东西，迪卢克都……够了，亲。你们这些骑士受了太多制约，无法直接对抗那些号称外交伙伴的人渣。而我，只是出于个人审美，厌恶他们的蛮横无理而已。如果让我再生吞一只冰史莱姆和加入愚人众里做选择的话，我会选择被天降的陨石砸死在大地的裂缝里。迪卢克老爷对生活的想象还真是严苛呢。哇吼！特瓦林保护协会再次集结。那么，快把收集到的结晶拿出来吧。啊，结晶的色泽似乎更加浑浊了。特瓦林究竟在忍受怎样的折磨？总之，先把这些结晶净化吧。一帮的旅行者，拜托你了。若不是亲眼所见，还真是难以置信。很有意思，就像绿酒一样，令人神清气爽。有这么多泪滴就够了。那么接下来，像上次一样，把它们滴在天空之琴上吧。啊，成功啦！和原先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。风元素，满意到了活泼的程度呢。
这样的话应该没问题了。多亏了你啊。那么我们该在哪里呼唤风魔龙？在蒙德城内肯定不行，如果失败，就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。就在这酒庄的话，显然也……啊，酒庄没了，倒也不是什么难以弥补的损失，但最好不要。海风或者高处的风，都可以让诗人的歌声传送得更远。如果空气干燥、沉闷又压抑，那不仅诗人，就连龙都会生气吧？哦，原来如此，海风或者高处的风，是吗？所以最适合弹奏的地方，应该就是……从星落湖向东一段距离，在海滩的南方有一片山地。哦，是在说你上次睡懒觉的那片海滩呢？沿着山地延伸的方向攀登，可以抵达一个叫做摘星崖的地方。歌手，你想要的海风与高处的风，在那里都能找到吧？我想想，摘星崖是吧？哼，确实是很不错的位置呢，是个很衬我歌声的地方。很好，那我们就做好准备，在摘星崖集合吧。还请大家认真对待，不要迟到。遵命，团长大人。抱歉，一不小心就……这下人都到齐了。这个地方风景真漂亮啊！和命运的再会这个主题很配吧？那么，该准备开始了。不论结果如何，至少已经看到了转机。这段时间，整座蒙德城都背负了太多，只是到头来，解决问题的却是旅行者和一个歌手。哼，骑士团勉强算是有些苦劳吧。好了好了，大家都站开一些。尘世间最好的吟游诗人要开始拨动他的琴弦了。已经没有什么可谈的了。是吗？难道是我看错了吗？你的眼神像是在回忆这首曲子。他们真的能够交流？那唱的，不要被他骗了，可怜的龙，他早就已经抛弃了你。现在他又要再来欺骗你了。巴巴托斯，仇恨吧，愤怒吧，你已经与蒙德为敌，无法回头了。这些人是跟你一起来猎杀我的。不是这样的。这条龙该去侍奉它真正的主人了。你们就继续留在这里，哀叹自己的无力吧。特瓦林，爸，温蒂阁下，请注意保护好自己。其实你不是现在才猜出那个身份的吧？请。不过，谢谢你继续用这个名字叫我。天空之琴怎么样了？还能弹奏吗？或者，还能用龙的泪滴修复吗？坏成这副样子的话，可能就没办法了呢。没错，如果不能击败腐蚀的源头，就无法减轻特瓦林所受的痛苦。那么，我召集侦察骑士来追踪。不必了。啊？不久前，我在四峰守护的神庙遗迹，亲手斩杀过他的一只同类。是什么时候？想要追踪那些怪物的话，可以借助我的情报网和手段。迪卢克虽然讨厌骑士团，但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守护蒙德呢。小派蒙的语气突然变得溺爱了起来。总之，等我消息吧。
我要让他们明白，不论深渊教团再怎么无法无天，在蒙德，有些事也是不可以做的。殿下，您的仆人又为您带回了一场胜利。当您的国度重临尘世，我们将分享它的荣光。